Hello，大家好。我偷偷告诉你们，我们上次做的视频前18分钟我忘录了，所以今天非常不好意思耽误 Alison 跟 Joyce 的时间，我们重新给大家补录一下前18分钟的内容，好吗？OK，我们开始。今天呢，欢迎Alison 跟 Joyce 跟我一起跟大家做这个分享的讲座。那 Alison 大家都知道，她跟我之前是竞争对手在湾区，然后呢我们合并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 Alison 是一个资深的这个投资，不是 Alison，Joyce 是一个资深的这个 Airbnb 投资小达人，他还投资其他东西，而且很成功啊。有机会你们可以跟他请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会主要内容呢，是包括了这下面的这些点。然后首先我们请他俩来聊一下高房价和有限短租执照可控饱和啊，这第一条。这第一段是Joyce的。对。好，那我是一个Airbnb 的投资者。那我在选房子的时候呢，我要不就选高房价的，我要不就选有限的短租执照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一个东西赚钱，肯定会越来越多人看到，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市场。那长远的来看，如何去避免这些饱和呢？就是投资的门槛稍微高一点。那高房价又或者有限的短租执照呢，都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类别。那大部分的城市呢，已经开始了对短租的这个限制。有的人觉得可能这个程序好麻烦，去做牌照，但是其实长远来看，尤其是房价低的地方、门槛低的地方，这个牌照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避免饱和的一个措施。那我当时在德州投资的时候，就是 San Antonio， 它的那个房子才20万，20万的房子，我们第一年做了有10万块钱这样子一年的 revenue。你说其他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很多人进入市场啊。那但是它其实是有短租的限制的，就是它只有12.5% 的房子可以拿到短租的执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放心的进入这个市场。那另外就是高房价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抬高了投资的这个门槛嘛，所以我在买那个 Arizona 的短租房的时候，我就尽量选一些房型会特别一点房间多一点、大一点、有特色的房子。那相对来说呢，在这个市场里面它就会价格高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增加我的短租房的竞争力的一个点。对，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短租执照如果有限制的话哈，是真的是对你如果能拿到这个执照的话，真的是一个保护本。比方说南加的这个 Anaheim，其实南加 Orange County 这边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子，但法案都差不多，然后都是对你这个城市。比方说规定一共可以拿200个执照，然后拿完了就没了。然后呢，Anaheim 早其实就没有了。然后呢，市场上很少有带着 Airbnb 执照的房子在卖它有的时候有 off market deal 出来，然后经济会找到我们，但是它的房价就会加到什么加30万啊、50万啊这种，加的很离谱然后因为它赚钱嘛，赚钱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说把这个下这个金蛋的鸡给它卖掉，是这么个情况。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进来下一页，这个你讲了是吧？刚才。对，就是房子大小的重要，但 Alison 应该有一些补充。好。对，就是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尽量买房间数，特别是卧室数稍微多一点的房子。那经常会有这个人会说，哎，是不是 studio 或者一房两房的房子做 Airbnb 最容易？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外行人的说法和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如果你买一房或者两房的拿出来一房或者两房做 Airbnb，那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你的竞争对手呢，很有 highly possible 可能是这个酒店，对不对？然后 motel， 然后呢还有很多那种美国的空巢家庭，就是这个家庭里的就是老爷爷老奶奶自己住一个4卧室、5卧室、6卧室的房子，然后他们自己会拿出1个卧室或者2个卧室在做 Airbnb 来 host。那他们做 Airbnb host 的客人的目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让他们人生更加有趣，对不对？而并不是说追求这个经济上的回报。那么对于他们的可能是，哎，你正常的市场价格可能是一个卧室可能是一晚上80块90块，那可能对于他们一晚上50块，然后他还提供早餐，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种行为，当你面对这种搅乱市场秩序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那你就是很难竞争了。可是当你想一个市场上拿出4个卧室、5个卧室、6个卧室的时候，那你在哪里去找？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地方，就是除了 Airbnb 短租这么一个平台上，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去找了。因为呢，大部分的旅馆啊什么的，他们的套间基本上最高也就是到了3个卧室，也就是到顶了，很少能见到 resort 什么的度假村，你很少能见到4卧室、5卧室、6卧室的。所以你的这个4卧室、5卧室、6卧室的大房子的稀缺性，能够保证你房子的收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对，就是讲到这个小户型的话，因为酒店这种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经营 Airbnb 的话，在现在当下已经非常卷的市场，你要想各个办法，要跟其他同行是不一样的。另外这个也说过Alison 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你一房人家可能是50块还提早餐，你非要80块，可能你就没钱赚对吧？所以这其实也衍生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像 Airbnb 那个 pricing tool 是用不了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如果仅扎取 Airbnb 上数据的这些调价公司，价值也不是很大，因为就是这样子，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在搅乱市场，他其实不太懂，他就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 data 也没有多大用吧，就这么说。而做的他主要就是为了情怀，对不对？他就是为了他的 fun 他跟这个为了我们的大部分的客户是为了经济利益来做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出发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讲一下这个 location 呢，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这个房地产投资啊，都是3条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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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当然了，民宿也不例外。这是 Alison 讲的。对，这是我想说的一点哈，就是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呢，短租房不一定要学区房，因为我们大部分很成熟的地主投资，大家都很喜欢所谓的白玉房，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学区、好房子，这样带来的长租的租客是非常好的。因为只有一定经济能力，然后比较decent的租客，他才能够 afford 得起这样的房子。而这样的房子呢，往往未来的无论是增值啊，还是租客本身的 quality，然后对你房子的保护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长租房，大家一个思维的定式，要找好学区、好地方的房子。那么短租房呢，是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客人在这里就往往住3至7天，对不对？短则2天，对不对？那这样的客人他的要求往往是说，你这个房子附近有什么？比如说你附近有大的会展中心，比如说附近有大的这种医院，或者是有学校，或者是有一些机构让这些客人他们需要去住，那他们就往往会选择你的短租房，住在你的短租房附近。交通便利呢，其实是对于短租房来说更重要的，而不是学区。这学区对于客人来说，短租的客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甚至呢，就是说有的蓝领区哈，因为我在加州的湾区，北加州的湾区，你说像很多的蓝领区啊，什么 Union City 啊，什么 Hayward、San Diego，哎，这些地方反而你做短租有奇效，因为什么呢？它不是好的学区，它不是传统上的好学区，它做长租的话租不出价格来。可是做短租，因为它比如说，距离过跨海的桥近啊，距离旧金山比较近啊，甚至 Oakland 哈，因为它距离旧金山比较近，然后呢，那它反而是占据了这个交通的便利，能够在短租上租出很高的价值来。我觉得 Alison 有一个 Auckland 的例子，对吧？对 Oakland 例子，这个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Oakland 这个长年以来占据美国这个治安最差榜治安最差榜啊，就基本上 always make top 10，然后就是有几年的时候都能 make top 1。对，就是说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呢就是 Oakland。但是我们 Oakland 曾经有过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在 Oakland 的一个岔区啊，那个差到什么程度？前院都需要有 gate。但是这样的房子，左边是一个 drug dealer， 好像右边是一个这个从事不法这个活动的女性的住房。然后呢？对，可是这个房子无论是开 party 啊，还是什么 contractor， 因为要到三方盖房子的 contractor 要在这儿一住上什么3、4个星期啊什么的啊，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邻居的投诉，任何邻居的举报，因为这个 drug dealer 本身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甚至有时候发生 party 啊什么的，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房子当时是30多万买的，又花了20万，它是一个 duplex 哈，又花了20万，这个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买了家具，哇，这么一个原本价值50多万的房子，每个月都能有1万多块钱的回报，那个业主对这个回报是非常满意的。虽然呢，在后期这个我们就没有再经营这个房子了，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是有一点挑战的。但是从投资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是想出不一样的方向，往往能够有投资的绝佳的回报。这个 Alison 这个举的这个例子非常极端啊，我也趁这个机会，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并购之前的房子并购就高了？对对，像我们其实他说的这个是很极端的情况，然后跟大家举个例子。首先，然后我们公司并购以后呢，我们 party 的数量是大幅度下降了，我们运用了很多 data 跟这个技术的手段，把这个 party 的这个事儿给不能说完全解决掉，但是呢，我解决了很多，这个我是有亲身体验的，的确对，就是你很难说到100%，但是可能能做到99%，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确实我也不建议大家买，如果知道邻居情况很复杂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买这种房子。但是 Alison说出来这个例子呢，就是这是个极端，但是呢，大家知道那个方向，就是说不一定要买 perfect house， 就是 perfect 学区房啊那种，就是你说那个白玉房，对吧？其他有很多有价值的房产但是呢，这种他说的那个例子，其实我个人意见，我也不是建议大家投资的。对，这个是比较极端了。这个投资人本身也是个 agent， 他是一个非常很成熟的投资人，他才敢这个富贵险中求，他才敢在这个环境下投资。但投资并不一定适合每个投资人，对，特别是小白投资人哈，我建议不太建议。对，然后就这种房子是即使投完到我们这种管理公司，是作为我哈，我就其实我会有 concern， 不太会想接这样子。OK， 我们进下一个啊，就是说这个 hidden cost 这部分，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很多这个 hidden cost 可能是在你购买房产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但是很多我们给你举出来一些例子是要考虑的哈。然后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高房价也有点相似，比方说如果房价太低，然后呢清洁频繁，这些也要考虑进去，因为清洁频繁的话，你的清洁费就会上去但是如果你房价高一点，你的那个客户住的久一点的话，你的清洁费就会那个降下来然后呢Joyce 您继续讲一下可以吗？就是我选这些房子，就无论是长租还是短租，我投资物业我还是蛮看天气的，就是季节性的。那首先天气很恶劣的，比如说有寒潮啊、飓风啊这些不可控的因素，而且它是经常性发生的地方，我基本上不会选。比如说就是一个多月前佛罗里达的飓风也是非常的严重还有一个地方我有看过是那个路易斯安那，其实路易斯安那呢，单从短租的数据上来看还是蛮好的，但是我没有选的是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有可能整个房子都就是吹走了。
啊、泡没了呀，就是他们有那种洪水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都是我会考虑的。另外就是天气呢会给你带来一些额外的支出，这在你投资之前应该要去考虑的。比如说德州我们就会有额外的去除虫的费用，因为它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潮湿，所以它比较多蚊虫。但是我们就是在投资之前我没有算过，其实找这种 subscription 的一年每一周都会来的这种除虫公司，其实每个月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可以投的。但假设说，哎，你这个地方的极端天气给你带来的这种支出还有维护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么你就要认真去考虑了。Arizona 的房子全部都是买游泳池的，那么泳池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水费，那第二个呢，其实这些铺是要一直去维护的，我们要放一些 chemical 进去，那这些也是一些成本另外我又装了那个 pool heater，那 pool heater 它如果用电的，它就会大量产生电的费用，那用 gas 就会有增加 gas 的费用。那在我们去装这些设施的时候，我们投资这些设施之前，我们要去计算投入产出比。我装了这个泳池的 pool heater，那么我又可以把我的租金提高多少呢？这是大家应该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对。对，好，那我也稍微补充一点哈，这个就是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把大环境，就是大的天气状况要考虑一下。比如说某些地方容易有飓风，那你不要说房子，对不对？我们刚经营了半年，然后突然房子被吹跑了，那你所有的前期投入可能都没有了，然后你还要花很长时间要等保险公司给你的赔偿啊，重新所有的这些 effort，所有的 set up 这些 effort 都要重新再走一遍。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哪怕就是说这些自然灾害给你非常小的损害，那我觉得也是不值得的哈，这是也是一个隐藏的东西。然后同时呢，这个是极端的天气，然后还有一些正常的天气，比如说特别冷的地方，那么做 Airbnb 呢，大家就要把冬天的取暖的费用考虑进去。那特别热的地方做 Airbnb， 大家要把比如说 maintenance， 比如说房子的空调的费用，然后呢，这个还有游泳池的水的蒸发量等等的这些费用都要考虑进去。其实这也是一些 hidden cost， 大家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做山里面的房子或者沙漠里面的房子，那么人工的费用也会增加，因为你找跑腿的这些工人，他们的收你的费用相对来说就会高一点。对，第一高，第二是会很难找。对，就整对，体隐居的人是在那里，所以隐居的人士是不太工作的，众所周知。对，就是越偏的地方人工较贵，而且质量就会低一点，所以这个成本就会高上去一些。是的，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除了现金流以外。我们还要看的点就是说升值空间还有它的可持续发展性。就有的时候投资人一上来就会问你 ，OK， 这个地方现金回报怎么样？然后我想提醒大家说，现金回报它不是唯一的标准，你还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升值空间怎么样，还有呢未来的发展怎么样。你在做尽调的时候要考虑到它这些人口呀、工作机会啊、未来发展前景啊，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溢价这个事儿，溢价这个事儿刚才提了一下哈，就是说拿到 permit 的房子的话，它是有一个溢价的。那最好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 limited permit， 就是比方说，纳帕的话，它只给了41张牌照，那在南加的 Anaheim 这个执照早就拿完了哈，然后市场上也没有再带着这个执照的这个房子在卖因为大家都很赚钱，所以都不想卖。然后有的时候经济会找到你，它有那个 off market 的 deal，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加到50万啊，加到100万这种情况都有，所以它这个说明这种带 permit 的这个房子的话，它是有溢价的，而且是一个很可观的溢价。那 Joyce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Arizona 一个600尺的房子 ，Joyce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对，就是因为我比较早进入 Arizona， 那在我运营了1年以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小伙伴分享了一下我的运营的结果，那么大家都很心动，然后他们就在 Redfin 上面去看房子，那么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很小的一个 Airbnb， 但是呢，它的那个账本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么小的一个房子，每一个月有超过1万的现金流，所以我当时是劝我朋友不要买这个房子，因为我觉得600尺也真的小的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因为相对同一个市场的其他房子来说，因为它小嘛，所以它价格要低一点，但它现金流又很漂亮，在这个情况下，真的很多人非常心动。那我朋友也没有听劝，他也进入了这一个竞价里面。那么最后这个房子是收到了超过100个 offer 的，非常夸张。那当时也是 Arizona 买短租房最多人感兴趣的一个时候。对，所以我们买卖短租房跟买卖长租不太一样，短租呢还会有一定的，就是如果你的 cash flow 非常好，你会有溢价，又或者说像 Napa 这种，它只有41张牌照，而它这个牌照是跟着你的房子去卖的，它不会再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卖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溢价，那就是短租房买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 extra 的收入。对，Anaheim 也是一样，它是随着这个房子走，但是每个 city 的路不一样哈，这个对每个 city 不一样，所以真的你要投哪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要研究一下当地的这个 regulation。是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 South Lake Tahoe 的那个牌照都已经 run out 了，大家排队都已经排了可能上百人了哈。那这个时候 South Lake Tahoe 它的一旦你的有牌照的房子再出售，牌照是不跟着房子走的，这个牌照就到了后面排队的人这儿。所以大家买的时候，我觉得要自己做好自己的 research， 然后知道这个牌照是跟着房子走还是不跟着房子走。对，但是其实还是说动作要快，要信息要全，因为基本上拿到牌照的话，首先就大部分人选择不会卖掉这个房子了，就是谁会卖掉一个那个下金蛋的鸡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哈。是的，就把它看成一个生意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什么时候也会被卖，well there must be a reason， 对不对？那可能是是这么回事。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民宿的这个情怀属性哈。我常说，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喜欢投民宿的房东，他其实多少都是有一点情怀的。首先，有的很喜欢这个房子漂漂亮亮的，或者是说很喜欢旅游，到各个地方自己的房区去住一住，对吧？这个我们先不要聊这个挣钱啊，挣钱把挣钱放在旁边再讲这个情怀啊。但是呢，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不要太在意这个个人的喜好，把个人的意见放在一边，还是更多的要结合市场的需求跟专业人士的意见。那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啊，这个当事人在这里坐着呢，就是我们这位小姐姐某一天打电话来说，雅雅姐，我想买个酒庄，然后呢我就说 OK，然后这个酒庄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酒庄呢，她喜欢喝酒，所以她这个要不当事人讲，她喜欢喝酒就要去买个酒庄，然后呢，但是我算了一下账吧，这个账是打不下来的哈，完了我就劝她，我说哎呀，你这个还是我们还算是年纪轻，对吧？我们还不要为我们情怀这么去买单的时候，因为你经营一个酒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还要找人去采葡萄、酿葡萄啊，对吧？你空那么一大块地，还要 figure out 可不可以做 glamping，反正事儿就是超多的。我说我不建议买，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这个年纪现在应该做的事儿吧。啊，后来有没有买？没有啊，我肯定很听话的呀。对对对，反正大家综合讨论一下，还是不要买。我说你喜欢喝酒就可以到处去逛酒庄嘛，对吧？又不一定非要买一个酒庄。现在买一个挣钱的，给你挣更多钱的，租出比更好的短租房，用来租收到的房租，你可以喝很多酒。对呀。我们平常遇到投资人的时候也是，我常开这个玩笑，这个也是有的投资人跑过来说，我一定要买，这个房子我一定要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投资人我一听，哎呦，真的是怕了，因为首先我还得了解你这个到底喜欢什么房子，你这个你喜欢是不是市场喜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对吧？所以就是哎呀，这个就好，你先等一等，你想好了再投资。对，好，我们进啊，这个话题还有补充的吗？就没有，反正当时就是我是很喜欢喝酒，我当时是有一个 partner 要跟我买的，他呢是因为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第一天 date 他答应了他老婆给他老婆买个酒庄，对，我就把你这个就是给我们算的账，然后我们自己后来也算了一下，我们也跟 City 去沟通过，然后确实这个酒庄非常难的去盈利，所以我们就双双就是放弃了这个情怀吧。对，就挣钱跟情怀有的时候还真的比较难这个交叉啊。好，我们进行下一个，就是说个人投资者如何选择投资标的跟分析数据，这一次这个比较在行。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做功课嘛。那说，我个人来说呢，我是去买一个房子做短租的，我没有说去租。那么买一个房子呢，我会考虑长远的，我会考虑增值性。那么增值性我会看一些数据，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土地的稀缺性。那物以稀为贵，所以说土地越稀缺的地方，它房价相对来说涨得会比较高，而且涨得会比较快。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每一个州它的 federal holding 的那个土地有多少。那如果 federal holding 的土地越多，那就证明说这个地方可以开发的土地就越少。比如说加州或者 Arizona， 其实还有犹他州，这些是我自己有投资的地方，我就比较了解，他们都是具备土地稀缺性。第二个就会看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很多人会看移民人口，但是我还会看自然人口。自然人口就是那个地方新出生的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然后最后是一个正数，那就是自然人口的增长。因为只有移民人口的话，那个地方的年龄会相对比较大，我喜欢一些比较年轻的市场，所以我会比较注重看自然人口的一个人。第三个就是看工作机会了，就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工作机会所组成的，他们是蓝领、金领、科技人员等等这些，大家可以去考量。那短线来看呢，我要做短租的话，我会去看这个地方的需求、牌照的限制、投资的门槛以及运营的成本。那这些刚刚都跟大家讲过一下了。那我知道很多人在投资之前，他们会去看 Airdna 就是可以去 run 一下这一个地址，大概预估一下它能租到多少钱这么的一个工具。我相信很多对短租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呢，觉得 Airdna 它更像一个对过往表现的分析，它并不代表未来。那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是我当时买德州的时候，那我输入了那个地址，它的预测是非常低的，只有38000的 revenue。那38000里面是包括清洁费的，大家要注意，因为 Airdna 它比如或者 Airbnb 它给你的数据都是包括了清洁费的，它是一个绝对收入，并没有去帮你减去成本的。那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课，我觉得应该远不止这一个数字。我觉得只是说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在那个市场做 Airbnb， 也没有专业的人在那边做，所以他们可能做的数据并不是很高。那平均值下来可能就38000多，所以我还是买了那个房子。那么我又做了整整一年以后，我又去 Airdna 去打我的地址进去，然后它的预测就变成了6万块钱，59600这样子。那么确实那一年的运营下来，我在 Airbnb 是做了6万多，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平台 Vrbo 是做了也有几万块，小几万块钱，所以总的收入大概是在10万左右这样子。就从这个经验来说，我就知道Airdna 其实它只代表过往的一个分析，所以它并不代表未来，我们就可以做的功课还有很多。对。
它不单单是不代表了过，就是而且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泛泛的素质，它并不是一个精准或者是靠近精准的一个素质。我们经常拿我们比方客户让我们想让我们管理的时候，我们去会做一个数据测算的时候，就比我们正常其他渠道我们自己专业的渠道去做的话差了很多然后这是一点，而且我们已经在经营的房子把房子输进去，看到第二 RDNA 的数据跟我们实际的数据对比，有的时候是2倍都会有差，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对，因为你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公司，所以你们是很多渠道去做这个出租的。Airbnb 呢，它是爬虫数据嘛，它一般爬的就是 Airbnb。它爬最多，但是个人的投资者就是个人的房东，他们就没有办法租到给比如说 Marriott 这样子的平台，但是你们是可以的，所以这些就完全不会算在里面。对 Marriott 平台或者是我们自己网站上平台，他们是绝对是抓取不到的。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客户来的话，就是我们下面员工如果是去照顾的话，基本上如果是用 RDNA 的话，就我们工程师的话，他们是自己有一套系统，然后如果是随便看一下 RDNA 算看一下的话，那其实还是跟实际做出来的数据是差非常大，2倍的话有的时候是会差的。对，我觉得就稍微参考一下还可以吧，但是真的不能当真。不能当真，对。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涉及到了这个开发民宿的开发，然后我们自己也有成立基金。那我们在用我们基金去投资，或者在做这个土地开发前期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些标的吧，和怎么去做这个数据分析。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说，我要做这件事的话要重系统的，就是我这在一个地域我们要迅速扩张或者是规模性的扩张，对吧？然后我们做的尽职调查就会长很多，会更复杂很多，专业性更强一点。这个不会是你这些东西不会用到你只买一个房子上面。那同时我们也看的话，比方说这个地是酒店用地，然后呢还有就是之前提到很多次了，就是民宿的话我们一定要拿指导。假如说我们现在去，不管是单个投还是说大面积的投，都不会投这个地方是说它不可以做民宿，或者是法律非常含糊，还是在灰色地带的地方，这些话我们都通通不建议投资人投了因为买房子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那我们也不光是只看了这个现金流我们看升值空间，还有这个抗风险能力，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吧，做一个综合的这个分析。然后2位还有没有补充的这点？没有了。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呢，就是软装跟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这个由我们 Aliso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样我跟大家也说的稍微多一点哈，因为我长期在这个短租运营的一线工作。以前呢，我和亚楠是两个公司，然后呢，大家是很熟悉的朋友，那同时在同一个市场上，我们也是竞争对手。只不过呢，到了2021年的年底，我们就发现这个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任何一个人就单打独斗会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多，所以我们2个公司就合并了，大家由竞争对手变成了一起工作的、一起开拓市场的伙伴啊。所以呢，这个我是就是有长期的就是在一线的这个工作的经验，然后经常跟业主然后呢客人就是入住的客人这个打交道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说一说，一定请找专业的设计师给你设计你的民宿，设计你的短租房，这个千万尽量避免说，除非您真的自己也是一个专业的艺术性人才、设计性人才，你可以，而且你真的是能以此为生，以此赚到钱，那么也许你可以去做你的房子。但如果不行的话，我强烈建议你把它交给专业的人员，因为任何一个客人他住你的房子之前，都是现在用我们这个年轻人常说的一句话颜值即正义，他这个照片就代表了一切，他也没有住过你的房子，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照片上来说话的。但大家就看左边同样的房子装修，左边的房子是装修前，右边是装修后，那让你们看一看，你想住哪一个？那大家都无脑选第二个，对不对？又新干净又时尚，这才是想住的房子。然后呢，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长期在一线就是跟客人交流的时候，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当客人住进一个旧房子的时候，他心里就会不爽，你知道吗？当他不爽的时候，他就会start picking on you，他就会开始找你茬了。一会儿低着头说你的那个地脚线好像有点旧上面好像有点水印好像你的那个水管子好像拧得不够紧滴答滴答声音影响我睡觉，你知道吗？当他一旦他进了你的房子，看到了这么旧的东西，他有不爽的这个想法，有了一个苗头的时候，之后他只会给自己找出来越来越多不爽的东西，而且他会 justify 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开始想办法跟你要折扣要钱。对吧？说来说去，最终呢，这件事情是落脚到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收益上跟损失上面的。就是说，我们反反复复跟好多客户讲这点就是说，投这个软装上的投资，其实是你投资回报最高的这个收益。可能你多了1万块，多了2万块，然后呢，就是说你我好像视频我都做了好几个了，就是讲这个软装的重要性，反反复复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你知道我其实也考虑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很自信的在自己做软装？其实特别女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很客气，别人对你就是说，哎呀，你品味好好，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可能也是真的增加了一些自信但是设计房子这件事它不是很难，但是它是有一些挑战性，有一些专业性的这个照片多大啦，真的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真的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一个专业的 stager 也好，专业的设计师他的渠道要比你多得多，知道吗？你能看到的东西跟人家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要相信专业性。而且设计师会拿一个折扣，那你是拿不到这个折扣的，作为房东，所以基本上设计师收费吧，他这个折扣基本上就 cover 掉了你其实这个钱你也赚不到，你还不如让这个专业的人去给你做，对吧？然后花同样的钱，你让专业的人把你房子设计好，对不对？对。然
然后呢，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少吧。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房东说，哎，我家里现在很多不用的家具，二手家具我可以倒腾过来。我给你搬过来，对不对？哇，一开门简直吓怕了。对，这种我们就真的很想 nice 客气的告诉客人不行，但是又必须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不行，坚决不行，对吧？你这样的房子，说实在，我们其实管理都是管理不好的。你像 Alison 真的，做在短租行业做了这么多年，我至今对他的这个设计能力还抱有怀疑。我还是他一要参与到我们那个设计，我说 Alison 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你还有更多发挥光芒的地方，好不好？这个设计的事儿就交给其他人的吧。对，没错。对，我本身是念美术出身的，我的对，我自己做过这个短租的 staging，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你花的时间不一定比你去做其他事情挣的钱多，你要算一算你在里面要花多少的心思还有钱。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去打卡的人，所以我为什么要坚持自己做呢？因为我觉得我会把这些年轻人喜欢打卡的元素加到我的短租房里面，这是我选择自己做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有些市场其实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我还是会外包出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不值得花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你要把一个就是整个 plan 做出来，你要去买那些东西是非常花时间的。对，我们经常遇到房东，就不光是软装，前期准备工作也真的是非常繁琐。你对一个熟练工的话，可能花的时间很少了。然后呢，但是对一个就是新手，你不管你多聪明，你也是一个新手的话，你花的时间就一定会特别长。然后，比方说我们湾区很多非常聪明，然后呢工资也很高的这些工程师，他本来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嘛，要组装几个家具，我当然很新鲜的事儿我就做了。但是我们常常遇到说做到最后就接近崩溃的房东们，就是做着就把自己做崩溃了，然后就是干不下去了，知道吗？因为他一边做，可能算自己的这个赚钱的能力，跟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儿话，就是相差太大了，不成正比。对，是没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麻醉师，麻醉师也是年薪非常高的一个职业。然后他的短租房他自己去装了把锁，花了5个小时。对，真的还是不管是多小的事儿吧，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真的，要不然你真的是得不偿失。对，这一想起来，这个麻醉师5个小时，哪怕加5个小时的班呢，这个就简直的这个回报就会高很多。然后其次你在想，是我们的 handyman 去装，可能20分钟买锁，半个小时装，1个小时工作都做完了。对，而且就是没有做过短租的人，他不知道哪一些家具我们短租里面是不能用的。其实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挺好看，但其实我们做短租房是不会买的，它可能不耐用。对，或者客人不喜欢，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对，就后期你还要去搞一大堆的东西，去把原来就是correct your mistake，对吧？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沙发床，就是它往后一翻变成一张床那种就是翻几次就能坏。对，我们最早就不用了，这个肯定是要坏的。这个，但是很多就是刚刚开始做 Airbnb 的人自己去买家具，他们会买那种东西。便宜的何必操心？因为我听说长期在一线干，真的是见过太多这种沙发床，因为这种沙发床是最便宜的，而其他结实耐用好用的沙发床，就比如说那种完全 fold 到沙发里面的沙发床啊，或者等等其他沙发床比这种沙发床都要贵，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更喜欢用拉出来的那种嘛。对，然后 Alison 上是我们南家的设计师，要给北家的员工，就是那个同事做些指导去买东西。然后 Alison，我可不可以跟着去学习一下？我心里想，我没有说出来，今天终于说出来。我说算了，你还是不要去了，你学习我学了，你让他们自己去吧。后来我们回到那个正题，在正题上哈，就是房子上市前的准备工作。那前期准备一定要完善，就是我们每一个公司还是个人手里都会有一个 shopping list 哈。然后很多房东跑过来说，你们公司这个 shopping list 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比别人家花钱都要多？哎呦，我就说苦口婆心，就是说你可能多花几百块钱，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积累下的经验会出现的 mistake。我们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讲，现在的这个租客他们的这个忍受能力越来越薄弱了，而且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他可能因为你这个房子里餐具可能比他想象的少了一点，或者是你这个东西呢，少了一个什么拌沙拉的这个工具，他都有可能给你一个差评。你一旦拿这个差评的话，你真的又是得不偿失了。这个东西我又会少赚很多钱，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在前期，你如果决定做了，你就要把这些 cost 算进去。就不要小气，也不要嫌麻烦。就你已经说我决定做这事了，我就要好好给做好。然后我常说，其实我们想让客人看到我们是真心诚心的把这个房子set up好，欢迎他们来入住，欢迎他们来享受。然后呢，我们拿我们的诚心换人家一个好评，是这样子。你想象不到你的客人有多聪明，你不要拿假的东西、破的东西、坏的东西去糊弄人家，你是糊弄不了的。因为你长期1年中，你可能接待几十波人的客人，好吧，大部分人被你糊弄，即使大部分人被你糊弄过去了，有1波2波的人没有糊弄过去，然后呢，你就要拿差评，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而且即使你把照片照得很漂亮，但是人家住在房子里的时候跟你的照片严重不符的时候，他会更不开心。照片，对照片，对，就网友见面一个道理，所以就会格外的生气。对，好。然后 Alison，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年这些固定的维护？
好呀，好呀，这个呀，这点这些我地方也是很希望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的哈，因为我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尤其是中国人，第一代中国人移民，大家在国内，大家往往都是住 apartment 呀，对不对？都是住这种公寓楼，对不对？就是所以呢，很少有这个独栋房子，我们每年应该做的这些维护 maintenance 该做什么这件事情。而你如果这个房子是给你挣钱的，它是一个你的收入来源，你让它给你挣钱，那么你是要对它每年有固定的投入，让它在一个最好的 working condition 上。所以呢，这些的维护呢，就是是有这些，比如说 pest control 啊，一年比如说有蚂蚁啊、蜘蛛啊、蜜蜂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再比如说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还会有蟑螂啊等等的这些地方的这个 pest control 的这个防治。然后呢，同时这个我也要提醒大家，虽然你肯定会说我在家，我比如说我在这个房子住了5年，从来就没有任何虫子啊，有任何虫子那就是谁谁谁住的不干净才导致有虫子的。Don't say that， 因为虫子这些东西它是往往就是你的院子里有虫子，哎，它虫子就会过来，甚至你的邻居可能在做 pest control， 哎，然后那个虫子闻到了那些杀虫剂的味道，哗，全跑到你们家了，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边经常看杀虫子，甚至特别是杀蟑螂哈，都是连着的几个房子一起杀，因为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您去杀虫子，杀到虫子全跑到你们家，对吧？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季节性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冬季雨季来了的时候，大家要检查嘎儿啊，然后雨季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天花板有没有什么漏水啊，屋顶有没有什么漏水的地方。然后剩下的就是花园维护，因为这个美国这个花园里各种各样的，如果你不维护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草很多，无论是人碰了会过敏，孩子碰了会过敏受伤，宠物有的时候吃了奇奇怪怪的花花草草也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反应。为了避免你们还有这个就是大家的房子的运营过程中有这些意外的发生，这些花园维护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按 regularly， 对不对？每个月做2次或者每2个星期做1次，这个其实是对大家也是一个保护。然后设备的维护这点我是特别想跟大家说，比如说在Marbella内，那我们的规定是每年的10月份检查暖气的 filter 还有等等所有的电器，每年的4月份检查空调的运行程度，然后以及 filter 以及所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就是4月份它也不需要空调，我们为什么要提前1个月要检查？暖气也是10月份不需要暖气，我们为什么要提前1个月检查？就是当你天气冷到你要不得不开暖气的时候，你发现暖气打开没有热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去修暖气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工作都排到3点以后，甚至夏天最夸张修空调，哎，热的受不了了，把空调一开不吹风，哇，你这时候再去找修空调technician，第一，这个他们的工作往往都排到1个星期以后了；其次，你会发现能找到一个当天来的、第2天来的，他们的要价都是正常价格的2倍、3倍。所以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这些设备给维护好。对，这个还是挺重要。有一些是大部分的情况，比方说空调坏了什么的呀，都是因为你没有维护好。但是如果你维护好的话，真的是会降低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概率。对，我的一年是空调可能就要 check 2次 ，filter 也要换，大概3个月换1次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个handyman就是说定期他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不要这个东西等到坏了才修。一坏的话，这个在美国你知道这个疯狂报价就会贵很多。对，是的，没错，这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然后剩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马桶的水箱啊，就是那个水箱你可能看不到的一个涓涓细流，哇，当一收到水费账单一看800多块钱1个月，对吧？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不太对劲。但这是我也给大家share 一个小 tip， 如果大家发现水费账单这个比正常的时候贵2倍、贵3倍，大家不要急，那肯定是漏水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检查马桶，这是我们常常容易漏水的地方哈。如果检查不到，那你就 hire 这个专业的 plumber 啊，还有这个 inspector 来检查你漏水。检查完了漏水之后，你拿着你的修漏水的账单去跟你们的这个水公司 water company 去这个 argue， 你大部分的时候你是能把你那个水费是要回来的哈，这个给大家 share 一个小 tip。哦，还真的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不错。对，是的。反正那Joyce你说。就是很多个人房东，如果你第一套是短租房的话，可能根本没有这种维护的意识啊。我本身是做那个 multi-family apartment 出身的嘛，我之前做过那些，所以我知道房子是需要维护的，因为不维护我们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在我有这种基础知识的情况下，我再进入短租市场，我依然还是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也是，如果我没有一个专业的公司，我就得一边做，然后发现了问题，我再来加这一个维护。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考虑到的。另外就是个人房东拿到的这种维护的价格会比就是专业的公司要高，因为批量的话价格就会大大降低。对，像我们最近也是跟南加的一家空调的公司在谈合作，就是 B2B， 然后呢看看能不能谈一个 deal， 他们来维护我们所有的空调 check 呀、filter 啊这些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的话，看看会不会效果更好啊？还包括加 free on 是不是？对，他就维护你的，对，一个年费这个样子。OK， 这个就非常好。对，反正我们以上所有的这些点吧，都是说，想跟大家提个醒，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提供，提高这个住宿品质，才能有可能得到客人的5星好评。就是这个市场真的不断的提醒大家，不是吓唬你们，是真的很卷了，是抱团取暖了。对，要真的很卷，然后说还是这个高品质才能活下来。对，然后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哈，就是从前期的 staging 到你好房子后期的维护，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房子维护在一个高点？就是如果你不把你的房子维护到高点，你的房子的品质成了这个市场上的中层、中下层、下层的话，那么租客你能到的租客也都是烂租客。这些租客是 the person you never want to deal with， 这些人连 background check 都没有，你能放心他们住你的房子吗？对不对？而且他们还是这个连 background check 都没有的一群人里头的差一点的租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尽量避免 host 的这些客人。对，这是房子的好了。你要是
做高端，而不是要做低端，这个最重要。对，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再说遍，我已经重复了，好像也没有八遍没有十遍有八遍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租客的好坏真的不是由平台决定的，而是用价钱决定的。只要你这个价钱高，只要你这个房子质量好，把价格提上去，你的租客质量就会自然会高起来。反而的话，就是这个租客质量就是低的啊。好了，我们进行下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成本。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做前期这个 setup 的时候，就湾区我们这些勤奋又聪明的工程师做的就崩溃了，因为他不断的在算我1个小时挣多少钱，我现在在干这些活我怎么办呢？对吧？而且我越干越不会干啊，因为不是他的专业，不是他的专长啊。对，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点，就是说你找管理公司也一样，你的如果资产是比较分散，然后管理公司也需要你时间去打交道嘛。就是说你如果分散在不一样的管理公司那儿，那你的这个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跟大家说，我在加州有短租房，在 Colorado 有短租房，都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嘛 Ballonay 的管理。那我在 Pennsylvania， 我在北卡，我还有长租房，我的天呐，我自己感觉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我虽然我自己是 professional 的 property manager， 那么我在外州的投资房，我还是要交给 local 的 professional 来打理。但尽管有人打理，我还是需要花时间 review 账单啊，然后跟他们不同的人，每个公司都有一套班子，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哎呀，这个真的是就是 too much。对，很头疼，对，很头疼。然后我们近期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客户找到我，实在是崩溃了，因为他在某地买的这个房子交给当地的管理公司一直管的好像不太满意吧，他之前不是不太满意，太不满意。对他那个去买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告诉我，问我，你说你在这管不管？我这一套房子怎么管呀？我这个成本下不来，对吧？帮忙都不行了，都帮不上。然后呢，他又问我，他说实在受不了了，你们可不可以去管呀？我就欠的发了一个朋友圈，把那个信息全给 block 掉。然后呢，那个我很巧，我的另外的一个房东在下面默默的回言，他说我觉得我跟他们是同一个管理公司，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小组，然后在那儿吐槽大会，我在那个里面默默的吃瓜。然后因为这些都是我的那个 repeating 的这些房东嘛，然后他们组团加在一起也有几套房子，我想我可以算帮个忙嘛，就去他们这个地点那个去给他开一个点，然后会帮他们省掉很多头疼的事儿。然后最近 Alison 也在忙着招人，表示感谢。是的，作为房东，我觉得最好的 PM 就是让你这个房子像不存在一样，这就是最好的 PM。不是房子不存在，是个人不存在，你只要收钱。不打房，对你这个 PM 也不存在。对，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来找我，你能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对，是怎么回事？我们是肯定要想做这个 PM 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其实最好的房，哎呦，算了，不说多了。后来下一页。我吐槽一句，我一定要吐槽一句，就时间成本。比如说像我做 PM，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手机是24小时不关机的，这个就是时间成本。那这个我就说，如果是比如说我就算是 PM， 我的房子依然放在公司里管，因为什么？我知道我的房子如果放在公司里管，我自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我们24小时我们在地球其他地方的团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是我训练的工作人员，能够专业的回答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那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没有这些话，就是说，哎，作为小业主就比较操心的一点，就是说你可能真的是你手机不能关机啊，一会儿是这个有的问题，一会儿半夜进不去门了，一会儿那个对不对？一会儿马桶堵了，都是晚上10点11点给你打电话，因为10点11点大家才会洗澡嘛，对不对？然后10点才能外头吃回来玩回来再回，而且没有热水，哎，对，就这种这样的问题，这个的确是我觉得是比较头疼。所以呢，作为单个的业主自己来管理，我觉得是应该大家尽量管理，就是叫什么？挑战难度低一点的 ，challenge 少一点的，比如说一个 condotel， 对不对？一个有统一管理、统一热水，有人去帮你就是做了这部分事情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要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大房子，甚至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大房子，我真的是觉得是交给管理公司好一点，因为这个实在是如果一个人管理，我感觉这是一个 full time job， 而且它是一个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 full time job。对，那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谈到了，就是 Airbnb 就是一直被叫成这个被动收入，但是真的是那么被动吗？其实没有。然后呢，因为你真的参与度非常多，然后你一套的是可能还好，往上叠加的时候，你这个工作量就是说不只是翻倍了哈，因为你给你造成这个压力，然后不间断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找着你的这些点都会比较多了。然后 Airbnb 同时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它因为前期投入还是非常大的，它在房地产投资行业里面算是投入回报比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有正确的这个 expectation， 它绝对不等于中了彩票了啊，不是说你干了这一幕我搞了一个 Airbnb， 简直我就相当于中彩票了，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这个 expectation 调整好。对，是这个没有任何，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大家都是这个 sophisticated 成熟的一个这个房地产投资人，因为房地产相对来说哈，它是一个低风险，但是呢低回报的任何一个投资，其实它的风险和回报它都是成正比的。相对来说，这长租比如说是最低风险，但是回报也最低。那么我们做短租做民宿，那么我们的风险也高一点，投入也高一点，但是回报也高一点，对不对？可是大家不要有这个不切实际的这个 expectation， 对不对？我这个投入一部分，但我回去要超高的。我经常有的时候我也会有其他的业主跟我聊这个问题，说啊，你看这一年这个做了几个月，但是我的回报不太好，我感觉还不如长租好呢，怎么办？我应不应该做？哎，我看有的时候人家的什么投入会更好，那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会跟他说。
说，就是在去年跟我说，我会跟他说，那你去看一看股市，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把你的expectation 放在房市上，你去看一看股市。但是今年大家再一看，哎，股市也那个德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房东的收房租吧，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风险投入回报，这个是并存的。对，就是你不能去 argue 说，哎呀，这个股市回报怎么涨，你们怎么办？就没有人强迫你投资。你很多人，比方说我又投了股市，我又投了房市，我又买了币，哎呀，这个好像说的是在座的小姐姐，然后就是你可以做你的资产配置啊，但是说你决定投资房地产的时候，你再考虑说 OK， 假如我要投 Airbnb 的话，那就是说考虑一下这个回报是不错的，但是也不是等于中彩票了哈。然后后来我再加一句，就刚才你说来的 Airbnb 是被动收入嘛？那 Airbnb 就是 passive income， 这我就加一句哈。这个因为我不会展开太多，但是我是很想提醒，就是做 Airbnb 做 short term rental 的房东们，这个 Airbnb 它不是 passive income， 它是 active income， 因为你是 actively 在 manage 你的房子，所以在税这方面short term rental 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怎么说，有很多的 things you can play in it。但是呢，我并不是对，我不是 tax 的专业人士，但是呢，大家绝对是可以和 tax 的专业人士讨论上这一点。这个呢，在做 Airbnb 做 short term rental 是能在 tax 上帮助大家非常多的，就是这一点不要忘记。这一点我觉得是做 short term rental 比做 long term rental 好很多的一个地方。对，这个我们可以私下聊，就是怎么合理避税。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亚楠说，有的人会把它拿来跟股票啊、币来比较。那我本身的比较第一桶金吧，所谓的我是靠投资赚回来的，所以很多人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会去做地产，因为相对币来说，这个的回报率是不是低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比较，因为当你有一点资金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 portfolio 做的更能抗风险一些、多元化一些的，所以就是我当时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对。我们9点了，我们竟然还有人在进来，欢迎新的伙伴。好，我们进行下一个 topic 啊，就是说管理公司能给大家做什么 ？OK，A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哈，就像我说的，这个时间成本，这首先管理公司给很多人带来节省时间成本，这个我认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能给大家节省时间，让大家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这也是我们投资短租房来做投资的一个目的，对不对？我们做投资赚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而并不是为了去找一个说 second job 来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是我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虽然是一个 professional， 那我自己的房子我也是由公司有专业人来管，而不是说我自己亲力亲为。虽然我房子离我很近哈，虽然开车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但我真的半年都不去看一趟我的房子，因为我知道我的房子有专业的人来维护啊，这个 Marbella Lane 有专业的这个 local 的团队来维护，不需要我来操心，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的一点，能给大家提供很好的建议，就是这个是投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应该怎么说？大家就是买房子，对不对？买投资房，你不可能说只在你身边，只在你周围买，你肯定是想再往美国其他地方去看一看。但你想在美国其他地方买，其他地方看，那你第一先应该找的不是当地的 agent， 而是应该先找当地的 PM。当当地的 PM 告诉你哪个地方房子回报率好，哪个地方房子能够租出钱，因为 PM 手里的是一线的数据，是真实的数据。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Marbella Lane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给大家提供真实的数据来说这些事情。然后呢，第三点呢，这个就是技术支持，我觉得也是专业的管理公司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小业主，有很多的 pricing tool， 很多的这个 management tool， 你是用不了的。比如说很多的平台你登上去，作为小业主，可能你顶多做个 Airbnb， 做个 Vrbo， 然后了不起了，你做个什么 Booking， 那你做 Booking 你会上去发现各种被坑。为什么 Booking 它不做 payment？ 什么叫不做 payment？ 意思就是来了一个订单，你收到的不是钱，你收到的是一个订单，然后收到的是一个什么阿富汗喀布尔第一银行发的一张信用卡，哇，这个喀布尔的钱你能收到吗？对不对？是不是？法国第一银行给你发的一张信用卡号，那这个钱你怎么收到？你作为一个小业主你是收不到的。那你要收不到的话，就不要硬收，你宁可不赚这部分的钱，你不要说房子本身住了钱收不到，那各种亏，是不是？然后你还要倒给钱给 Booking， 因为 Booking 还会给你发一张账单，叫你付那个平台费。对，没错，是的，它是月底付，对，月底付，对。我们前2天他是这样，他跟我们公司合作，就是他会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呢，到后面就是说这个都处理比较顺，但是前面这个几个月的话，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这个钱，对吧？我们前几天就出了这么个状况，这个客人要眼看着马上住进来，就联系不到，收不到这个钱，然后我们就派了2个经理，真的是好说歹说，就蹲在人家门口把这个钱硬生生的收到了。他说我5点肯定付，然后呢，我们就让他2个人在外面逛，说你必须收到钱以后再回家。两个女孩子也蛮可怜的，真的是。后来他说实在不好意思，那个客人也挺惧怕他们的，就是后来都已经被他们吓着了，把窗帘拉开，确定他们走了以后才好好的。对，后来我们也给客人买了礼物啊，然后就是好好的跟人家说为什么，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害怕遇到不好的客人嘛，真的是特别希望他们理解这样子，也跟人家示好了，也跟人家道歉了这样子。对，这点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作为一个小业主，我觉得是就是劣势就在这里。然后另外就是一个管理平台，你管理平台，你用一个管理平台，那就是一个 percentage。那如果你用这个管理平台，你不用这个管理平台，你自己一条一条发信息回信息会很烦很累。那你用这个管理平台，一下子就把你的本来也是不太高的利润就吃掉
了，对吧？这是一点。然后剩下包括就是 pricing to revenue management， 一般来说小业主是没有，不光是小业主哈，小的 PM 公司都是没有太多能力做的。它其实我就说民宿发展到现在了，就是首先很卷，再就真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完成的任务，真的团队协作，绝对是团队协作。我这没有放出来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机会，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 PPT，就是我们团队 cover 掉了什么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有品牌管理、酒店管理，然后呢还有房地产投资、地产开发、大数据、收益管理，反正一大堆，大概有20条，对吧？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的团队的话，真的是没办法 cover 这么多。好吧，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是这个分享，也谢谢大家花了1个小时跟我们在一起讨论哈。哎，不对，还没有到讨论时间，就是谢谢大家花了1个小时时间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接下来进行了这个 Q&A 环节哈。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 unmute yourself， 然后问我们问题好吗 ？Hello， 大家有问题吗？是因为我们表现太优秀吗？今天在线60多个人，竟然没有人问问题吗？你好，我有个问题。好的。对，你好，很感谢你讲座，收获不少。不过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要选择高质量的客人，高质量的客人实际上就是用高价格把它吸引出来的。那怎么样能够体现出这个房子的高价格能匹配出这个房子？我让人漂亮啊，漂亮啊！对，就除了漂亮，比如说照片照的好，很好看，对吧？那这个的话，那除了这个照片本身，你比如说房子，如果临近街区还有一个房子，那怎么我能让通过你们装修能让这个房子显得更高端呢？你要比它漂亮。其实除了漂亮以外，我自己做，我会去想一些有特色的，或者年轻人喜欢打卡的一些设施。我是一个90后，我就特别喜欢到处去打卡拍照，所以我很知道这些人的脑子里面想什么。90后其实是现在消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自己做的话，我就主推是这一类型的，就像有点网红风啊这样子的房子。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说你说隔壁街也有一个人装修这样子的房子，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另外呢，我针对高端的房子，我会有一些 extra 的服务，比如说我们会有高尔夫球车啊等等这些，当然是要看那个市场的需求本身是什么样的。就从颜值、质量、颜值高，而且就是说你真的是你的实际房子的真实状况也要匹配到你的颜值，还有是 amenity 这些，其实方方面面吧。还有就是客服吧，就是个人房东很难做到24小时的一个客服，但是我对我团队的要求就是半小时之内就要回复。对，这个是真的有这个发言权哈。就是我刚开始做民宿，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这个故事，就是我最开始也是管我自己的这个投资房，从那个开始的啊。我觉得我是后来请了专业的那个客服团队，我们现在客服团队可能有15个人啊，加上经理这些。然后呢，请了专业的客服团队以后，我们这个真的我感觉服务质量提高很多，因为我是达不到那个服务质量很高的那个要求，你知道，我每天看他们的那个信息，我都觉得哇好感动，好 sweet， 我是坚决做不到的，我基本上就 get to the point， 问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对，和个人吧，跟一个专业培训出来的队伍还是没办法比的。对，是的，而且我们的线上客服的团队，很多人他其实是有些很多人他是有在 Airbnb 本公司工作的经验，对不对？他在本公司工作经验了之后，他再跳出来，然后做这个做这个线上的客服，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用适当的词语。在这一点，我们就是我们哪怕长期做管理的人也都不如，这自愧不如，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要么是 Airbnb 工作的，要么是客服行业的，要么是酒店编的。对，酒店 Marriott 编的，Marriott 的人。对 Airbnb 这个平台，它从来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明告诉你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功能应该怎么用。就算你去问他们的客服，也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因为很多客服都是在这个印度的。所以我自己做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它很像打游戏，因为我打着打着，感觉我又打出了一个秘密武器出来。因为我超喜欢打游戏，所以我很喜欢做 Airbnb。但是呢，因为我有小伙伴被我拉进来一起做了，他说他觉得很烦恼，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明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对，而且就 Airbnb 的这个官方，就跟美国这个叫什么美国大使馆的那个签证一样，你被拒签，他永远不会告诉你是因为哪条你被拒签了啊。那 Airbnb 其实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如果当你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里头的猫腻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难的。对，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花时间去探索这个事情的。对啊，那当然，我就说，当你要花时间探索一件事儿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成了你的 full time job 了，对不对？你本来你买个投资房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你 enjoy life， 而不是说你给自己又找了一份工作，对不对？对。还有下一个问题吗？你好，您说。哎，你好，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那个公司有在那个Big Island 的那个Kona 有管理吗？我们暂时没有管理，但我们在那边看地，要在那边开发，所以我们可以聊。哦，在 Kona 有。那你们那个 Oregon Coast 你们有管理吗？哦，在哪里？这个没有。Oregon Coast Portland 没有。这个如果你量比较大的话，我们都是可以聊的。哦 ，OK， 那行。哦 ，Kona 你们准备去开发是吗？对，我们在看地，我们下了很多 offer 了已经。哦 ，OK， 那太好了，那下次可以跟你聊。刚被拒了一个，哦，那太好了。好，那个你可以稍后找到我们的联系，我们也没有打那个联系方式今天，然后可以私下联系我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私下联系你啊。好，谢谢。Checkbox 里面有一些问题。
对，房屋 finishing 完要买哪些东西？大概那个 shopping list 可能是有100条长呀，非常长。就从锅碗瓢盆到浴巾、毛巾。哦，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指导。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做了一个叫 superhostmart.com， 这个是我极力一直催他做的，因为他本身就做这些消耗品的这个进出口生意的，所以做了这个东西以后，就是一站服务，把 Airbnb 需要的东西就一下子吧寄给你了。我太感谢他出这个东西，会给我们省了很多麻烦。你可以逛一下那个好吗？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购买一个房子用来做短租，那怎么锁定哪些区域？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回答的。Joyce，你可以说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地产的投资者，我去买一个地方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特别去想它可以做长租还是短租，我最看重的是这个地方长远的一个增值。我是买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再去考虑这个市场是否适合长租又或者短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手里长租、中租、短租都有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说你本身一个市场是它没有办法，就很多人会说我手里有一套房，我要拿它来试一下做短租，其实这里就已经是一个思维上面的误区，并不是任何一套房子都可以拿来做短租的。对。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比较难回答。说实在的，就是比方说 permit 的要求是实时在变的，任何城市 regulation 也是在变的。其实我们有在花时间整理一些 city 的一些区域的 regulation， 但是也都不是最终答案。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给你一些指导吧。比方说你有喜欢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你知道的，在你的认知里面知道这些地方，你觉得做短租会比较好，你去 study 它一下，或者你去找你附近的做的比较好的 PM， 你可以咨询他们。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说看其他 PM 在哪里做，然后再去 Airbnb 也好啊，哪个去网站去做一下。你就是之前Joyce也讲过那些要 study 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看，如果说你是对数据有比较深，就不是深的了解吧，就是有一些认识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去 run 一下数据。我个人是比较相信数据的，我会去看 true rates 啊，然后各种的数据这样子。对，然后还以你们的经验看南加州哪个区域做 Airbnb 回率比较高？这个问题也比较难回答哈，因为房型你有多少 budget， 你想投在哪，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 Airbnb， 这个不是你有什么 amenity， 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回答上来的问题哈。没有，我不能这我们有个宝贝嘞，真会然后佛罗里达有短租房吗？没有，佛罗里达我们一直没有，因为佛罗里达这个市场其实很，它的 occupancy rate 大概平均市场值好像只有40%吧。我们一般入的市场都是60%，就我们一般这个市场60%的话，我们可以做到80%。如果你是只是40%的话，我们可以做到60%。但是如果是40%的话，我们基本上不太考虑。比方说 Orlando， 对吧？的话，我们就反复的跟投资人说，哎呀，我不建议你买，但是还是很多人在那里买了。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因为这个 supply 太多了啊，没有不太控制。我可以分享一个数据是我自己抓的啊，然后佛罗里达的 true rate， 无论是迈阿密还是 Orlando 都是全美最高的。true rate 是什么？就是市场退出率。为什么人会退出呢？要不就政策问题，要不就赚不到钱嘛。对，我们倒是有迈阿密有一个建商是在跟我们谈一个合作，就是他在盖一个楼，也不是大楼了，可能50-60户吧，他们在跟我们聊，就是让我们作为 master lease 给他租下来做短租，但是这个是我们在聊的，但是我也不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多好要进入，而是刚刚巧有这么一个机会而已。然后还有人问这个 estimate 的这个 setup cost 家具这部分的话，真的不太一样，你要看你这个家具高端低端，对吧？低就是最差可能15000，四房也下得来，还没有算那些锅碗瓢盆啊。然后好一点的话，就是说可能要3-4万也要的，对，差不多每一尺25块到30块算吧，就是以我自己的标准的话。对，还有问我刚才说那个网站就是 Superhostmart， 就是 Superhost 就是 Airbnb 这个 Superhostmart 就是商店 Superhostmart.com， 对，这是我朋友做的一个网站。他们要给我给一个 discount code， 有机会我在群里也发一发。对，你可以私下联系我们哈，联系我们到时候给你。你好，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那个定价是你们用自己的软件呢，还是说你们用的市场上的 Priceline 之类的？我看了一下你们 Marbella 的定价还蛮有意思的，我点进去一般不都会显示一个价格嘛，然后你们显示的价格非常低，然后你点实际的那一天会高很多。谢谢你发现了，我们是这样啊，市场上有很多那个市场上有很多调价软件 ，PriceLab Beyond Pricing 还有好多。对我们的专业的队友就是跟他们都混得很熟了，都是很好的朋友。属于我们的队友我的队友威基本上属于这个行业的是国家级的选手了 ，World Class 选手，因为他花了5年的时间吧，就是做这件事情做得比较精。然后我们是用不同区域用不一样的软件，再结合了自己多年来整理出来的数据，再加自己开发了一些软件，这是我们做的。因为每一个软件我们发现它不是我发现，是我们团队发现的，就是在每个区域的表现不太一样。这个软件在这个区域表现会很好，它会非常 sensitive 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区域，比方说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变化非常大，可能某一个软件更好。另外一个趋向平稳，然后呢，对一些比方说对 conference 数据捕捉的比较好，可能用这个软件比较合适。我就是简单举个例子哈，对，但是我们定价我也非常那个骄傲的说，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那你们这还蛮神奇 ，bypass 了那个 Airbnb 的 rule， 因为 Airbnb 只会显示最近30年价格，然后你们会把它显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出来。因为你只要显示出来最低的价钱，就会让别人看得到你。所以你们的软件更大的曝光率。
对，这跟流量的算法是有关系的。这个流量的，对对，这就涉及到更多问题了。好，这个下一个问题，你们客服团队分布在哪个国家？没有啊？ skip 了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哦，OK。你们分析常用的分析短租房的网站，Airbnb 是比较大众的，然后我们专门的工程师团队用很多，还有自己的数据，但这个就不是我的 department，sorry，可能下次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topic。我以前有一个视频，就小红书视频里面有教过大家，就是用免费的软件去分析，但是也就是说，它仅仅只代表就是一个参考，你不能把它当特别真。如果你感兴趣，那个视频是手把手自己教的，录屏的，就基本能学会了。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们的客人分布在哪些国家，哪里都有，我从来不去问这些客人，没有，这没有意义，讨论没有意义。对对对，然后他们说你都是做华人市场吗？没有，我们的客人是全世界来的。疫情就是改变了一些，但是接下来还是一样的。我从来不会考虑客人从哪里来的，我只会考虑他的质量如何。他给我钱高，我就比较开心。然后家具设计费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的比较多。然后跟我合作的是，这有一点哈，就是我最近发现，我也是从其他管理公司里面学到的，就是设计师他有一个设计费，再有一个家具费。你要跟他讲价，你这个设计费你就不要收了，因为你家具已经打了折扣了。比方说一般的话是15%，他这个就其实就比较 fair 了。所以你如果跟设计师在讲价的话，你就这么跟他说，设计师不要收我的了，我就在你这买家具就可以了。然后家具多少钱？这还真要看你买什么家具。我刚才说了15000以上到4万吧，我们可能大概现在用的是这个区间的，15000特别少了用的，对吧？现在15000租不下来。专业的设计师，我前2天又给一个客户做出来了，还真是做出来，我觉得还可以。虽然我也没，就是这个价钱已经是很可以了，我并没有责怪人家说你这个价钱不合理，这个价钱已经很合理，但是我对最后的效果还是做出了一些意见，给了他们一点意见，就是他们要最后再回去给我做一次调整，就不能在设计平面上看到的东西跟最后的就是完全一样，不做再做调整了。你要给我回去 check 一下，就很明显厨房是少一幅画的，就比较空，那你要给我做这个调整的。对，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房东实在给钱太少了，然后我们没有这个 budget。我说那我们以后就规定，你比方说你需要500块钱的 buffer 或者1000块的 buffer，跟房东讲好，就是说为了保证你这个效果，保证这个效果还是很重要的。1万多都花了嘛，就是说不要再在乎那个1000多块钱。然后他说那个房东不干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告诉他们就不能签约了，没了，就一定要保证效果。对。然后还有家具多少钱？这个回答了。你们目前为多少家服务？我们应该是接下来这个合同可能到11月份，可能管理250套短租房。到今年年底，我们应该是会突破hopefully 突破300套。然后在过去几年，我们每年都实现了双倍的增长，所以明年我的 goal 可能就是变成600套。300，现在快11月了，对吧？对。圣地亚哥哪里做适合短租？我在圣地亚哥买了我买的地在 Oceanside， 因为 Oceanside 有一块是可以做短。圣地亚哥，你做之前先好好把 permit 看一下吧，基本没什么地儿能做。对，圣地亚哥最近上了很多 regulation， 就是你在投资短租之前一定要查现在的这个短租的这个 regulation， 真的是，比方说它允许做短租，你也不见得能拿到执照啊。今年跟去年的这个消息，还有上个月的消息跟下个月的消息还都是不一样的。是的，没错。而且还挺贵的，圣地亚哥这执照比其他的城市要贵不少。对，但是南加就很好玩，就比较适合玩，所以做短租还是有的贵的这个道理吧。谢谢这位朋友把那个网站，我朋友做那个网站打出来了。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好，晚安，拜拜。